我今天来吃很多网友强烈建议的昆山第一面馆鹿城饭店。先说结论，味道还可以，细节差点，也可能我是关门前吃的。就这个卖相很差的大排，味道其实还行。看着像白开水的汤面，汤也是熬的高汤，不是勾兑味精的白开水。后面又加了点牛肉，居然出乎意料了。这个店以后有空可能还会来次，要来的话一定要试试开门时候的头汤。我刚进门的时候感觉生意不咋样，看了下营业时间，好像快关门了。我进店的第一感觉，卫生比同丰饭店好个几倍。虽然装修简陋，粗看还是挺卫生讲究的，也不算那种小脏店。我看美好昆山抖音号说，以前昆山分南北奥灶，鹿城饭店白汤面就是南奥灶。你们知道北奥灶红汤面是谁吗？这个大排让我有点看懵了，有点太细了吧。这个甩面有点厉害，但仔细看水没甩干净。像这种清汤面没甩干净，影响特别大。因为汤的鲜美一被白开水冲一点就淡了，鲜美一点点要靠多少骨头熬。我选择了大排和鳝丝，就这种应该是苏州的鲍鳝吧。要的白汤的比较出名吧。先尝个面。汤有点挂不上面，面不够硬，像这样泡一会儿马上就软了。看汤咋样？刚才面还行，不过不是很硬。高汤，挺香的。吃个鳝丝。吃个鳝丝。鳝丝是冷的。我不想放进去，面里面有点腥，马马虎虎吧。鳝丝没苏州做的好。上次美味斋的鳝丝比这个好，那个没腥味，这个跟伟顺面馆差不多，有腥味。面还可以，这个大排太业余了，感觉全是面。不过味道也还行，都是瘦肉。挺好吃的，不过没同丰饭店好吃。大排还可以。这个大排虽然很薄，肉质还行，也不油腻，很瘦。虽然冷的，吃下来还不错。汤头的盐味是够的，鲜味有一点，但很淡，可能要关门了，可能早上会好很多。汤跟那个苏州那两家比较像。基本可以说是一个配方。这是不是跟苏州的有点像？汤头跟同德兴有点像，细节没那个好，感觉配方差不多。但我感觉同德兴的浇头做的太差了，它甩水没甩好，汤里有一股面汤的味道。为什么旭成大厦要用一个开水接着烫好的面，是有原因的。就这一点，你在家里下面可以做到，但是要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每一碗面都这样做，对于普通的面馆，我是觉得不太可能。我们今天吃的鹿城饭店这碗面，如果不仔细思考的话，可能觉得太一般，但我觉得这个面有点东西，就特别如果平时吃辣吃得多的人的话，可能会觉得这个没味道，但其实汤头还是鲜美的。我这碗温度一般，跟旭成大厦比不了，温度跟同德兴应该差不多。吃下来我觉得总体比同德兴好吃，至少浇头是有能吃的。虽然第一感觉有点业余，但我总觉得它的浇头味道好像还不错，所以我后面又想去加点别的浇头吃一下。苏州我吃那几家面，我都没感觉哪家浇头好吃，就是汤还不错。然后我去加大排，老板跟我说卖完了，我看了下还有1小时关门，说明他们大排流转的还不错。
我当时边拍视频边吃，面已经有点不够烫了，还有点泡软了。我当时是有点不想吃了，汤的浓度还有点不够切。就这牛肉很便宜，9元加一份，我看每个人都点，所以我加一份试试。你们是每天做的牛肉啊？尝尝牛肉。牛肉还可以。这牛肉吃的不像冰冻肉，像新鲜肉。用汤热了一下，牛肉居然好像不是冻肉，这个价格性价比有点高，而且没上色素，牛香味还是浓郁的，没有牛膻味，这个价位算小惊喜了，挺便宜的，9块钱给那么多。和上海那些河南牛肉拉面切的薄的冻肉，我一般是不吃的。1块就是1块多钱，一个大肠就是1块多钱。我给你1块钱吗？你给我1块尝尝，我给你1块。你就少1块，好，1块钱都买不到这个大肠。给阿姨少了2元，不然她说我占便宜了。但是这个大肠里面没弄干净，大肠还可以是热的，没有猪骚味。喜欢吃有肥油的人福音了，我最近吃到过处理最好的大肠了，很香，而且超级软嫩，入口即化的感觉，真的是一点大肠的臭味都没有。如果看我视频的老观众就知道，我在老西门大肠面，我1分钟都待不下去，别说吃了，筷子都下不去，因为我臭的都要被臭晕了。他这个肥肠今天做的是真可以，只是我不吃肥油的肥肠。品质还行，不是就这牛肉我感觉是鲜肉，又去加了一份，太便宜，给那么多。给的多的我见过，都是国外进口冻肉，20元1斤那种，10几元1斤的。像这个肉就算是冻肉，也是国产的。像这牛肉还是可以的。我后面又买了6份牛肉打包回去吃饭，才54元1大盒，也没吃出问题。这家店巅峰期应该有3颗星，现在有点马虎，细节差点，品质是有点的。以前可能真的是一个城市的天花板。